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春满讲堂。这是李老师在多伦多给大家分享种菜经验。平常呢，我们讲种菜讲多了，现在到了秋天，我特意讲一下花的问题。玫瑰花呢是很多人都喜欢种的花，几乎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有了。那秋天到了以后，马上就冬天，怎么安全越冬，是多伦多这个的一个大问题。那通常越冬呢，靠两个方法，一个是在冬季，就是严寒来临之前采取保温措施，让它这个减少冻害；另外一个就是怎么增强它自身的抗寒能力，让它抵抗这个冬天的寒冷，顺利的越冬。我本人呢是更趋向于后一种方法，也就是说，我们抓紧现在春天的这个秋天的时候，给它加强营养，让它有很强的抵抗能力，安全的越冬。那怎么做呢？大家首先来看一看我的玫瑰花，下面怎么都带着盆，这样过去，是不是很奇怪？不奇怪。是不是我偷懒？也不是。我这样给大家介绍一种新栽玫瑰花的方法。我们春天栽玫瑰花的时候买来的苗跟这个也差不多，芽还没有出来。那其实在2月份的玫瑰花，你去哪个苗圃买也差不多。问题在哪里呢？在于它这个苗，它也许是也就是刚刚裸根装进盆里面去的，根都没怎么长牢。如果没有经验，买来就脱盆栽到地里面去，那十有八九就是30%左右的死亡率，这是肯定会发生的。怎么避免这个问题？我栽了10棵玫瑰，颗颗的活。那诀窍在这里，带盆栽。但是带盆栽呢，不是说就这样挖个坑栽下去了，不是的。坑挖好以后，我们正常的坑，盆有多大放大1倍，深度放大1倍，宽度挖好。然后呢，底下填上肥土，要做一个处理。我不脱盆，但是我得把这个盆边找到这个孔，这个顺这个盆底剪一圈，把这个盆底拿掉，这样拿掉。但我们为了保护这个盆，今天不拿了。把盆底撕掉以后呢，这个土球不至于散，然后再栽下去。那栽下去以后，经过这整个夏天的生长，它已经根系发育的很完全了。那现在咱们是到什么？咱们现在是给它到了把这个盆拿出来的时候了。好，把周围的土挖一挖，好，这样就把整个盆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这个沟刚好是我们现在所要需要的。我们先把这个沟再扩一扩，可以看到它的根已经长得很好了。咱们给它解开这个盆边以后，下一步做的就是给它怎么加强营养。那我现在眼前放的是第5代土壤活化剂 Rose Delight。 经过这么3年的试验和使用，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比这个土壤活化剂更适合于给玫瑰花追肥的。它呢，首先一点就是安全性好，第二一点能够刺激大量的开花，就是用量上你多一点少一点都没关系，但是开花是肯定是妥妥的。说到这个土壤活化剂呢，很多朋友就会问，它是肥料吗？它是有机的吗？好，它是有机的，是绝对的。这个东西之所以贵，就是因为这个它原来是 BC 省很多种植有机大麻的人专门用的，他把价格抬高了，说绝对是有机的。那第二个问题，它是肥料吗？它是什么呢？一句话，它不是肥料，胜过肥料。怎么这么说呢？咱们都知道，原始森林里面的大树，它都长得很好，
也没谁给它施肥，那什么道理呢？是不是它不需要肥料？不是，它需要养分。但是这些养分呢，土壤里面都有。那咱们这个种花也好，种菜也好，道理是一样的。咱们土壤里面不是没有养分，只要土壤有机质含量够高，各种养分都有。那问题在于，就是在大森林里面的树根上，它共生了一些这个放线菌啊、枯草菌啊这些菌。这些菌呢，可以帮助活化土壤里面的养分，提供给树木生长需要。另外一方面，森林里面有大量的腐殖质，那土壤活化剂它就是根据树木的养分需求的这个原理来发明的一种产品。它含有4种成分。第一，它含有腐殖酸，也就是腐殖质里面的重要成分，那就是森林里面表层土壤里面的主要的一个成分，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它含有大量的就是根瘤菌、放线菌、枯草菌这一些能够帮助活化土壤养分的菌，从而使土壤里面的养分能够更好的释放出来，提供给植物吸收利用。第三一点，它的确含有这个少量的养分，比如说氮、磷、钾、钙、镁以及70多种有益的元素，这上面都有写。当然这个东西呢，是我们这个通过我们使用以后，给厂家做了建议，对里面的氮和磷、钾、钙做了特别的孵化，所以含量稍微高一点。另外一方面，它含有一个重要的成分，就是它含有派诺克 P 和 K， 这是瑞士发明的一个生物制剂。它有2个重要特点：第一，对土壤的这个病害有很好的抑制作用；第二，对地下害虫的虫卵发育有抑制作用。正因为这样，所以施下去以后，经过1-2个月的反应，它能让植物营养得到很好的这个发挥，从而起到增强植物营养的作用。所以它不是肥料，胜过是肥料。那很多朋友就问，怎么用呢？用多少呢？好，我们现在就讲怎么用，用多少。首先，不少朋友买到这个桶以后，不知道怎么打开，费尽9牛2虎之力，不知道怎么打开。我现在就告诉大家怎么打开。它的诀窍在这里，看到这个扣有没有？它一个大的开口，其他小的开口。这大的开口就是打开这个桶的一个关键，把这个剪掉，小剪子就可以了。然后这样撕掉，轻轻的一抠，左手按桶，右手抠，这样就打开了。好，打开以后用多少？像我们这个玫瑰花，刚才把盆边取以后，这个小沟刚刚好，就这个沟的深度10公分左右，宽度10公分左右，挖一圈。那咱们给它玫瑰花掌握在50克到100克之间，不用很准确，因为它安全不烧。你多一点，无非是就是觉得经济上贵一点，少一点也没关系，所以掌握在50克左右。那均匀匀的把它撒在这个植物周围。好，撒下去以后，随便拌一下，再把土和回来。好，这就完成了使用土壤活化剂的这个过程。土壤活化剂里面含的这个磷是4%，含钾也是4%左右。它这个成分能让这个玫瑰花在差不多这么1个月的时间之内，很好的积累干物质，从而起到增强抵御寒冷的作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喜欢用鸡粪的朋友，如果现在你给玫瑰花施鸡粪，只会施得其反。为什么呢？鸡粪里面氮含量偏高，磷钾含量不足，下去以后的确会让玫瑰花叶子生长增加，但是呢，它没办法积累，
这个碳水化合物。那碳水化合物是它抗寒的一个重要成分，它不能很好的积累碳水化合物，它的耐寒性就很差。表面上看着长得很好，但是呢，一到冬天来，马上就冻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一点。所以大家明年可以看看我的玫瑰花为什么不怎么保护，春天会很快恢复。修剪的话，在温哥华我们可以说落叶以后11月份、12月份都能修剪，但是在多伦多修剪咱们就不做，咱们把修剪留到明年的3月初来做，这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关键。谢谢大家的观看，祝大家身体健康，中秋快乐。